海贼王中的那些绯闻情侣，海贼王里的爱情虽然大多是十有九悲，不过还是有修成正果的情侣的。但是超脱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看似有实无名的情侣，就是那种似有若无的暧昧，感觉没点事儿是不大可能的。雷利和夏奇一直以来，这两人的关系究竟是纯搭档还是搭伙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官宣，总是模棱两可。夏奇的名字直译过来就是芍药，芍药花也有爱慕之情的象征。亚马逊百合很多人的名字就是花的名字，比如雏菊、香豌豆谁的。当夏奇是前代亚马逊百合女皇的身份公布后，加上芍药花的寓意，这伏笔埋得很可以之外，雷利夏奇的关系感觉也差不多有着落了。毕竟撒婆婆曾经说过，前代、前代，包括她这个前代女皇，都和女帝一样得过相思病，处理不好就会死，有几率免于丧命的办法就是抛弃所有，离开这里去见那个人。很显然，雷利是夏奇的药，抛家舍业出海，爱上的不就是雷利吗？除了这个原因之外，雷利夏奇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了，即便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纯洁的友谊，但抬头不见低头见，要说没产生什么情愫，真的很难相信。而且夏奇本身就是感情专家，顶上战争后，雷利游过无风带找到路飞，也是得益于夏奇的推断。雷利还评价女人的直觉很恐怖，估计雷利是没少被夏奇拿捏过吧。然后就是明哥和维奥莱特公主，这个也不算秘密了， SBS 里透露紫罗兰就是明哥的情人，只是那种隐晦的肉体关系不方便明说。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像是维奥莱特在唐吉诃德家族里并不是高级干部，资历也远远不如其他人，但小弟们都喊他大姐大，就感觉地位跟老板娘差不多，大哥的女人嘛。再就是大多干部只能称呼明哥为少主，维奥莱特会和亲密干部一样直呼明哥为多福，完全不是小干部该有的资格。两人之间连打架都显得那么暧昧，但是最搞的还是两人虽然是那种关系很多年了，但嘎起对方来还真是往死里弄，看来两人的肉体关系还真是纯粹的很呐。维奥莱特借此保住利库王的性命，明哥也就顺水推车了，本质上只是交易，肉体之外只是随时可以嘎了对方的廉价。不过明哥身边的感情还不止这么简单，加上莫奈感觉能凑一组三角恋了。莫奈对明哥的感情很难说只有忠诚吧，好好一个人自愿被改造成鸟，在环境恶劣的冰火岛当秘书，甚至愿意放弃生命成就明哥。明哥身边忠诚的干部有一把，但最爱明哥的干部只有莫奈一人，此爱也可以非彼爱。红发和马奇诺两人的互动是绯闻情侣里面最少的，但是信息量却是最大的，因为2年后马奇诺怀里莫名其妙多了个 baby。 有人说这是老村长老牛吃嫩草的，有人说这是艾斯以下克上的，可以都喜欢玩这种刺激的是吧？这种八卦自然还得先找找 SBS。 孩子的爸爸果然是那个人啊，虽然等于啥也没说，但指向却感觉非常明确。既然红发能突然冒出来个养女，那他偷师罗杰悄咪咪的造了个人也不奇怪。这些绯闻情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想多了，但对彼此的感情都是很多年始终如一的。雷利夏奇这种把对方当作朋友的也好，红发马奇诺这种暂时聚少离多的也罢，他们彼此应该都清楚身边有个爱着自己的人。正所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海贼团的那些颜值担当们，海贼世界里无奇不有，长成啥样的都有，不过大部分海贼团多少还是有颜值在线的干部的。相比之下，草帽团可以说是相当养眼的了，路飞、索隆、山治、娜美、罗宾放到哪里都是颜值担当的存在，好巧不巧他们都凑在一起了。其他的伙伴虽然已经各种脱离了人类的范畴，但也是好看的，可想而知草帽团的平均颜值是很高的。罗团也不错，罗就负责酷帅和妖艳，贝波、企鹅、虎鲸他们就负责可爱就好了。罗团里面似乎还有一个女性船员，当然加上罗自己算是有过2个了。看一圈下来，罗的海贼团也属于正常的一组。大妈海贼团的人大部分都长得很随机，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大妈就喜欢这样玩，没办法。不过大妈团长得好看的也不少，比如三将星、卡尔、斯木吉、克利亚都长得可以。卡尔虽然天天拿围脖捂着嘴，看似心有芥蒂，但卡尔并不这么认为，卡尔自己是很无所谓的，捂嘴只是不想让兄弟姐妹因为他这个而被外人欺负。这样看卡尔真的更帅了。其他的还有夏洛特、加雷特，因为气质酷似多弗朗明哥，也称多弗朗明姐，还有和山治很有夫妻相的布林，还有阿拉丁的鲨鱼人鱼老婆，两人秀恩爱的时候还挺可爱的。阿拉丁就显得很小一只，其他子女也有颜值正常的，这个就看怎么出牌吧。如果全出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妈团颜值倒数，但要全出好看的，大妈团名列前茅。不管怎么说，大妈年轻的时候那也是美人一个，妥妥的洛克斯海贼团的颜值担当，底子肯定还是有的。百兽团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长不出来的。但要说颜值担当，百兽团不输任何一个海贼团。大河算不算百兽团的人？算的话是锦上添花，不算的话还有其他的。凌空六子里的黑色玛利亚和润提，虽然他俩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人类吧，但真的是自从越来越见识到尾田的恶趣味后，广大海米现在不仅对性别不是卡得太死，连物种都不会卡得太死了。毕竟这是海贼世界，条条框框的就不纠结了。再往上还有岩斋进，进了这张脸，再加上他那个拥凯多成王正义凛然的誓言，一时间我都恍惚了。乍一听，杀气腾腾的地狱之王才是反派吧？当然不是说索隆没有进帅，是感觉进长得太正派了。
索隆和晋哪个倒下，都是海贼颜值圈的一大损失。罗杰海贼团有雷利和贾巴，白胡子海贼团有马尔科和艾斯，红发海贼团赏金平均，实力平均，这颜值也平均。当然最帅的当属红发自己。唐吉诃德家族有明哥莫奈砂糖，还有倒贴给老蔡的 Baby Five。莫利亚身边有佩罗娜，十字工会有鹰眼和老沙，还有亚尔丽塔。就是一个海贼团，这么多人，怎么着也能挑出来颜值在线的。但是黑胡子海贼团不一样，全员断网。先不说轻质，黑团在颜值方面一直稳定发力。不知道黑胡子去抢女帝的甜甜果实干什么？毕竟甜甜果实也不能改变外在，是想用美搂美搂辣谁的眼睛去吗？自从轻质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终于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点曙光。但是平心而论，就黑团这个易守难攻的颜值，轻质也不够给这一帮人平均的呀，依然是一言难尽。但好歹黑胡子海贼团有一个颜值牌面了，哪个海贼团的颜值组最好看？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胡子海贼团也不是最不能看的，但最丑的海贼团当属香波地的假草帽海贼团，这一个个长得跟敷衍的简笔画似的。如果草帽团真的变成这个样子了，请求赤犬干一件人事儿，立刻将其消灭在香波地群岛，让海贼王完结。虽然草帽团承载着很多美好的事情，不管他们什么样子都喜欢，但是事实证明，如果他们真变成了这样，终究还是很难接受的呀。海贼船长各种各样的招募手段，如果你是一个海贼，起初最想加入哪个大佬的海贼团呢？海贼船长们求贤若渴的心都一样，但拉人手法却千奇百怪，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流派。白嫖挖角流，这一点红发继承了罗杰的白嫖色霸气，从单干的那天起就展现了顶尖猎头的资质，具备眼光和情报能力。听闻耶稣部的传闻后，知道高手在民间，机不可失。当时红发好像已经有了一艘大船了，可能怕海贼船会引起动乱，还精心的划了一艘小船，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虽然没有三顾茅庐，但看起来还是很有诚意的。后来红发看上了马尔科，在白胡子面前发动面子果实和红发团的金字招牌堂而皇之的勾引马尔科，但没有成功。当时还是司法岛篇结束，直到现在和之国篇结束，红发也没有放弃挖角马尔科。红发团的实力和氛围堪称完美，但马尔科这次依然拒绝了。大妈这边通常她不需要招募干部，只需要招募丈夫，然后生一堆干部。不过这并不代表大妈对别人家的干部没有欲望，要不是当时大妈被捆着，大妈当场就扑到晋的怀里了。凯多出面表示，不许搞我的部下，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不过话说，应该没有人想加入大妈团吧？毕竟大妈出了名的穿上衣服不认人，拉你加入的时候和声细语，但之后要敢违抗大妈的指令的时候，即便能扛住大妈的灵魂皱纹，她还是会让你转一个怎么转都会中奖的转盘，真的坑人。然后是欲擒故纵流，白胡子的船员大多是孤儿，当然一开始也会有叛逆少年，白胡子怎么征服他们呢？首先慈爱的伸出大手，说出那句经典语录，也有不吃这一套的，比如艾斯，当场就被吓到了。后来的那段时间，白胡子就把艾斯留在船上，不管不问，也不招降，也不主动打骂。艾斯在白胡子的卧室里杀了个七进七出，白胡子表示，我这里好不好你自己去感受。白胡子也没有强迫艾斯去留，去和留全由艾斯自己决断，稳稳拿捏了艾斯。最终艾斯背负起白胡子海贼团的标志，成为白胡子家庭的一员。就像光月玉田决定跟随罗杰去冒险，白胡子很生气，但是后果并不严重，他还是尊重了玉田的选择。白团是自由和包容的海贼团。然后是网瘾戒除流，代表人物凯多。虽然白胡子本质上也是戒网瘾，但凯多同样作为一名父亲，他和白胡子的招募方法天差地别。白胡子收艾斯需要1个星期，凯多表示我只要1磅，你就看他还有没有力气进你卧室就完了。当然凯多除了戒网瘾，赏罚分明他也懂。百兽海贼团有比较森严的等级制度，大看板、飞6包、真打什么的，德雷克、霍金斯、阿普老实听话的就加官进爵，反之就去搬砖，多劳多得，丸子管够，等你回心转意。每个人也有晋升空间，那个福之福不就一直想拿到挑战大看板的资格？凯多就属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凯多惜才，但前提是得听话。如果你有些实力，而且没有太大野心的话，那在百兽团能混得不错。然后就是野心膨胀流，黑胡子最开始的那几个元老看起来还是有些忠诚度的，但是后来推进城那几个加上轻质，真说不准哪天给黑胡子背后来一刀。2年前黑胡子招人就一个底线，不能比自己强。巴雷特他不就不敢招，在这个底线上仅仅是慕强而已，就让推进城6层的一部分囚犯无规则格斗，赢了的就跟自己出去。后来老黑膨胀了，连轻质这样的也敢招。所以黑团和草帽团最大的区别就是草帽团即使失散了，各自为战，最后也能重聚在一起，而黑团如果没有黑胡子，大家可能就内讧了。所以感觉整个黑团就是一团不稳定因素汇聚在一起的海贼团。最后是草帽团，2年前的草帽团属于毫无章法流，都知道路飞如何拉各种生物当伙伴的奇特习惯，尤其是最开始连门槛都没得。科比的梦想是当海军不说啥了，科比当初要是跟路飞当海贼，科比就是路飞的第一个伙伴了。看来这玩意儿跟买基金股票似的，还得讲究个抄底。所以后来草帽团的入团门槛就太高了，
毕竟路飞说身边只要10个伙伴，2年后加入草帽团的也仅有慎平一人，而且和慎平的羁绊也是2年前就铺垫上了。并肩作战的那帮人，要么是盟友，要么是草帽大船团。不过最奇怪的是，草帽团的最后一个船员是谁呢？毕竟余下的路程也不多了，还没有一个最确定的人选。一个版本是微微，还有更情怀的版本是最后一个名额会空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帽团，那草帽团最后一个伙伴是谁，那就不言而喻了。这个版本的结尾也流传已久，路飞究竟会用什么方式招募到他最后一个伙伴？让我们继续期待吧。每个大佬身边都有一个捡来的宝。以前有个梗说，当草帽一伙功成名就后，大家回忆起路飞为了拉自己加入，跟强敌打得头破血流的感人故事的时候，只有索隆在一旁说不上话。没错，相比其他人的波澜壮阔，索隆跟捡来的没有区别，最多是新手村打完最简单的那个副本送的。二把手之所以是二把手，首先一点就是他跟船长的羁绊最单纯，但也最深厚。通常都是船长一穷二白的时候，或者陷入困境的时候，两人不假思索咱一起干了。除了索隆，罗杰在岸边捡到了房子被人烧了的雷利，凯多在实验室里捡到了小白鼠进，罗在冰天雪地里捡到了被欺负的贝波，黑胡子在推进城里捡到了主动投奔的溪流，龙在海里捡到了一身孤勇的萨博，白胡子捡了一堆孤儿，而马尔科是第一个。卡尔比较特殊，是大妈生的，但生的和捡的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卡尔小时候可能也问过妈妈那个问题，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呀？妈妈一定会说你是我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看吧，真没什么区别。红发和贝克曼怎么认识的还不知道，但红发单干的时候才15、16岁，估计跟认识雷利索隆的那种羁绊差不多。当然第一个被捡来的并不一定能成为二把手，卡尔、萨博、溪流都不是他们老大的第一个干部，但却一直是二把手的不二人选。在捡来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是性价比。虽然老二是捡来的，但他们比那些拿命换的干部更强。船长在其身上看到了中流砥柱的魄力，也必不可少。当年路飞为索隆挡住了几颗子弹，后来索隆为路飞挡住了千军万马。萨博17岁冒着枪林弹雨担任工程，轻松攻破敌方大门。卡尔在家里既是儿子也是哥，既当干部也当爹。蛋糕岛一战把卡尔累的，就感觉卡尔有10几只手他也忙不过来。一会儿路飞捣乱了，一会儿布鲁克偷家了，一会儿妹妹让人家给抓走了，卡尔没疯，大妈先疯了，整个战局就是卡尔一个人在撑着。所以这种人不当副船长，还有谁能当副船长？二把手之所以是二把手，还有一点就是在捡来的和性价比的基础上，又有理智的忠诚。在白胡子海贼团不负当年荣光后，马尔科依然选择守护着白胡子的故乡，即便红发一直很想挖角他，即便路飞击败了四皇，小马哥回家的心依然不能被动摇。在和红发告别后，小马哥头也不回的飞回白胡子的故乡。马尔科一开始是个孤儿，现在他依然是。他对红发和路飞的感情也仅仅是感恩和欣赏吧。这就是红发为什么一直想招揽马尔科当自己的心腹，可惜好吃却又吃不到。要说索隆忠诚于路飞，倒不如说是索隆忠诚的是团队。路飞和乌索普这件事上，其实索隆谁也没占，但索隆知道一艘船承载的不光是不舍的感情，还有所有人的性命和梦想。乌索普道不道歉关系到团队的凝聚力，海贼终究不是过家家。索隆也严肃地跟路飞说，平时你嘻嘻哈哈的没关系，如果你拿船长这个位置当儿戏，那下一个走的就是我。所以索隆没有占乌索普，也没占路飞，我觉得这才是索隆最忠诚的地方。其实感觉索隆马尔科这样的也好，卡尔和晋这样的也罢，都是一样的，只是立场不一样。打到最后，卡尔也知道路飞是当海贼王的料，未来是他的，但当自己的兄弟姐妹遇到危险的时候，当大妈下达命令的时候，卡尔还是会奋不顾身的为自己人而战斗。都知道索隆和雷利很像，不过有些地方感觉晋和索隆更像。晋完全就是黑化版的索隆，以前对晋并没有多少感触，但当看到凯多和晋的经历后，当晋对凯多说出了那句我也不会输的，我会让你成为海贼王，还有晋无比坚信凯多一定会当上海贼王，这些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当看到索隆斩落黑化版的自己后，晋的梦想在不甘中破碎后，还是挺可惜的。只能说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晋跟错人了，不过从他选择的那一刻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了。海贼王的位子虽然只有一席，无数的海贼团对此趋之若鹜，但大多数都会成为陪跑者。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当海贼王这种事并不感兴趣，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冒险，结果如何，身边有这样一个捡来的二把手，也是一路无憾，大赚特赚了。草帽团在敌人和自己人眼中的形象，海贼王里的著名哲学家库赞曾经说过，正义会随着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改变。库赞的话非常酷也非常赞，就像草帽一伙，虽然我们一直喜欢着他们，可他们的对手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在世界政府的眼里，草帽一伙永远是全员黑化的形象，基本上就是凶恶海贼本该有的印象，跟温和欢乐完全不沾边。在他们眼里这可不叫帅，毕竟草帽一伙现在跻身成为对世界政府威胁最大的势力之一。相由心生，世界政府早已透露出对草帽一伙的忌惮，而在海贼同行的眼中，草帽一伙的形象更加可怕。奥兹眼中的黑化草帽团和茶胡子海贼团眼中的黑化草帽团，想必已经深入人心了。但这还不是最顶级的，最顶级的解读在大蛇玉庭翻众这边。
路飞、索隆、基德、基拉直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可怕到抽象。基德以前杀人成性，不说啥了，基拉人家戴个面具也得给他变得面目狰狞，也忍了。索隆这是什么鬼？这人是叫索隆吗？你说这玩意儿他叫毒液，我感觉也不违和。然后同人画师就制作了全套的毒液版草帽团，没错，这才对味了，这才是真海贼的正确打开方式嘛。相比这些，还是写实派的海军最厚道。除了山治和弗兰奇，他们长啥样就拍成啥样，有的人还一张比一张好看。当然也有像老鼠上校吐槽把路飞拍得不像个海贼的这种。相反，在自己人眼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何止是善良，何止是帅。比如巴托和女帝的肉眼 PS， 那就可劲儿往路飞脸上加滤镜吧。女帝的还好，巴托的更甚，都 P 到失真了，帅的出油。滤镜归滤镜，还是那个原装的路飞更好。巴托眼里的其他草帽成员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是有不灵不灵的闪亮滤镜的。可唯独山治不一样，山治的头还是他的悬赏令，真的是连巴托的神仙滤镜都拯救不了山治的长相。到了草帽团内部，在乔巴的世界里，娜美也许一直都是个男人，毕竟在恐怖3帆船，乔巴刚进场就听到了娜美对着罗拉说：“我其实是个男的。”这给了乔巴沉重打击。但是 you know， 只要没人给乔巴揭露一件事的真相，乔巴就会一直那样认为。当时监护人乌索普也没有尽到责任。之后乔巴还默默地肯定了自己听到的一切，说怪不得一直觉得娜美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所以至今乔巴也许还觉得娜美其实是个男人。在山治的世界里，索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更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没错，就是一团移动的绿藻。当然索隆也不甘示弱，在索隆的世界里，山治长得和他悬赏令上的一毛一样。当时山治当着路飞的面吐槽自己的悬赏令根本不像自己，而索隆在一旁对着镜头说道：“他不就长那样吗？”气得山治已经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恨了。杀人诛心啊！索隆对伙伴形象的描述一直都是这么简洁准确。在愚人岛和国王军谈判条件的时候，索隆命令他们去找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一个机器人，一只狸猫和一只好色河童。乔巴哭晕在厕所，我把索隆当大哥，大哥把我当狸猫。在路飞的世界里，那就变得更加形象了。像了山治，路飞就记一个圈圈眉和一个好色就完了。有圈圈眉的一律上来就喊山治，追着女人耍流氓的看都不用看，一律也是自动识别为山治。而在所有船员中，乌索普被人认错的次数也很多，但凡是个长鼻子的形象都是乌索普。卡库凭借一个长鼻子把草帽团3大主力全给晃了一把。路飞乔巴认不出狙击王的时候，索隆吐槽他俩平时到底是靠什么辨别乌索普的？靠鼻识人没错，但他俩还很容易被人给忽悠，这才是硬伤。果然啊，一件事儿一个人会随着认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总之，海贼王里很多事情好像都在表达着这一个道理。草帽一伙现阶段最强技能。草帽团每经历一次成长都会开发出更强的技能，而如今他们都有哪些招牌技能呢？首先悬赏11亿贝利的慎平，招牌技能就是愚人空手道了。愚人空手道有2款非常强的奥义，一个是五赖冠，一个是鬼瓦正拳。鬼瓦正拳附上武装色霸气，短距离打出爆发性伤害，一击 KO 福字符。而五赖冠打过的卡位更加亮眼，在掌中聚集一个水球，然后打出强大冲击，附带物理穿透和法术穿透，可以贯穿体型巨大的棉金剑的身躯，即使面对四皇大妈也可以将其打飞出去，差点是提前让大妈体验到了失忆的感觉。悬赏 3.83 亿贝利的布鲁克，布鲁克单体最强技能应该还是皮革系列，就是信号有延迟，不收剑没伤害的那种，无声无息间敌人也不会察觉自己其实已经中招了。剑尾斩可以将宙斯一分为2，而2年后的吹雪斩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附带了黄泉寒气，被斩到的敌人的伤口上会结冰，然后瞬间爆裂。悬赏 3.94 亿贝利的弗兰奇，最强技能弗兰奇离子光波。当时弗兰奇想用这招硬刚大妈来着，但看到蛮霸者在欺负万龙坦克里的乔巴和乌索普，弗兰奇直接将蛮霸者爆头秒杀。之后对位佐佐木，弗兰奇将军炮没能干掉佐佐木，转而用离子光波把拥有高防御的三角龙给贯穿了，将其终结。悬赏 9.3 亿贝利的罗宾，最强技能恶魔开花大漩涡钩爪。罗宾用花花果实变化出即将杀疯的恶魔，并长出很多手捕获他的猎物，绞杀手段也极其残忍，四肢和脖子都会被狠狠地掰断。主要是这个形态乍一看还蛮吓人的，会给敌人附加一层恐惧 buff。悬赏1000贝利的乔巴，乔巴最强技能怪物形态下的课题椰子，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反正就是逮住人一顿猛锤就完了，能把奎因打得蒙圈得稍微缓一缓，甚至可以稍微扛一下大妈的一招。索隆扛住双四皇1秒，索隆赏金11亿加，而宠物乔巴扛住4皇3秒，11亿能换多少只乔巴了？什么叫性价比？这就叫性价比。悬赏 10.32 亿贝利的山治，山治的技能也是相当多，以前要选一个最强的还有点难，现在毫无疑问就是魔神风脚牛肉爆裂了，将血统因子觉醒而获得的外骨骼、力量、速度和自身的武装色霸气所结合，升级出比恶魔风脚更多热量、更强威力的踢击，而且颜色不再是红色，官方给的配色是蓝色火焰。有了魔神风脚这个 buff， 山治还可以强化类似粗碎、绞肉等更强的分支技能。悬赏5亿贝利的乌索普，乌索普和其他人的战斗方式还不一样，后期肯定主要靠他的见闻色。如果论战绩，
他最牌面的技能反而是表情包和气球锤这种搞笑技能。但乌索普有一个还蛮帅的技能，那就是必杀绿星冲击狼草。这颗种子会变成一只狼奔向敌人，敌尖处会释放直径3米的强力冲击波 ，KO 掉霍迪琼斯的一个干部。这个技能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悬赏3.66亿贝利的娜美，没错，第一个想到的是幸福之泉，但是这种只适用于山治们，多少还是局限了。目前娜美最厉害的技能名为雷霆，融合了宙斯终结论题的那一招，这招是人法雷霆的升级版，也曾用此招从黑炭大蛇手里救下罗宾和护子。娜美的雷霆最与众不同的还是，因为宙斯有自我意识，所以这是团精确制导加追踪的雷云，不劈到敌人绝不善罢甘休。悬赏11.11亿贝利的索隆，鬼泣9刀流阿修罗拔剑王者系和阎王3刀龙130情飞龙士级，这两招不仅是索隆面对强敌倾其所有的出击，更是索隆启明果实稳定发力的体现，附带高额的穿透，前者能破防砍伤凯多，并让凯多疑惑索隆是否拥有霸王色，而后者索隆的刀上不仅缠着黑闪，连劲的飞龙也被贯穿，而且注意看，劲的翅膀和刀也被一并斩断了，可见其威力。两者相比很难分出高下，差不多强吧。悬赏30亿贝利的路飞，最强技能5档尼卡形态下的元神枪，沙包大的拳头，路飞伸手就来，鬼岛大小的拳头还是头一回。凯老师用出生龙火焰八卦对拼大招，结果也是凉凉，分别和明哥卡尔对轰的4档大元王枪和大蛇炮，在元神枪面前就显得远远不如了。草帽一伙的最强技能其实大多都是被逼出来的，山治和索隆甚至把自己的后事都交代了。不过也正是因为伙伴们一起战斗，这些技能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了承担伙伴的意志，拥路飞成王的决心。海贼王中尾田最爱玩的那些梗，海米爱玩梗，尾田自己也爱玩梗，而且还经常 callback 一下，堪称玩梗大师。CP 铁块梗，众所周知，该梗源自司法岛篇 CP9 人均贵于铁块。如果这种送命技只出现在司法岛篇，那姑且认为是巧合，但是后面不断的 callback 这个梗。顶上战争，一长发海军军官用铁块硬扛路飞的橡胶子弹，跪了。原本以为他不知道 CP9 是怎么败的，情急之下用出了这个错误的技能，但是到了泽法剧场版，又是这位海军，又是拿铁块硬扛，而且还是有备而来，专门冲着扛泽法的武装色去的。从那之后明白了，铁块不是情急之下的一种技能，而是海军的信仰。终于在和之国怼天怼地怼四皇，自我无敌的铁块现实返场。小队长展示了铁块的另一种用法，就是用胳膊扒拉住路飞，让路飞瞬息之间无法动弹，无法出招。但不管怎么说，铁块一出必有人跪。众所周知，铁块二字永远是他们下线前的最后一句台词，这次也一样。接着小队长估计当场就被凯多给捶成肉饼了。2. 激情性转梗，尾田的性转恶趣味在剧情中已经不能完全施展开了， SBS 里那才是各种邪恶癖好，草帽团、大将团、西乌海、超新星全都被性转过。相比之下，剧情里的性转就显得畏手畏脚了。在罗被恶搞之前，也只有亲眼见过小1万把人给性转过。哦，还有山治，不知道那2年山治有没有真的被性转过，反正山治打死也不会承认的。但是这个过程可以发现，尾田逐渐在放飞自我，终于他真的对罗下手了。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相信不少人情不自禁的产生了邪恶的想法。没错，要怪就怪尾田把我们都给带坏了。以前还真的有一款女罗的 PVP 手办，罗表示，哦，为了卖手办都已经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了吗？3. 山治长相梗，平心而论，山治的颜值绝对是上流水准，而且他一直也是走的颜值和气质路线，但是他的悬赏令就没有一张能看的，还留下了跟谁也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撞脸事件。虽然山治一气之下把迪巴鲁给整容了，一了百了，殊不知远在东海的海上餐厅分店，他的好兄弟把他的头像做成了象征着无上荣耀的门店 logo， 反而不太注重这方面的索隆，这一路的悬赏令一张比一张好看。4. 乔巴廉价梗，就像弗兰奇无奈的说道，这回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这绝对是尾田故意的。司法岛50那可以当作是海军不知情，德岛100可以当作乔巴没有参与团战，存在感不高。但是和之国的1000真的，在和之国，乔巴是既当前排也当奶妈，还干过大妈，脏活累活也都干了，而且号称最强部门的 CP0 在鬼岛上从头待到尾，最后乔巴依然是个宠物。行，我看也就这样了。不过不谈具体数字，乔巴是以前自己的10倍，至少听起来还不错。5. 颠覆认知梗，这个梗应该是和之国篇尾田才开始玩的。三角龙的警盾能螺旋升天，万龙能脱离四肢发射出去绞杀敌人，翼龙的头能当弹弓，而且他们每做出这种离谱行为后，往往还会用固定格式造句。在远古时期，什么什么龙就是这样狩猎的，我信你个鬼！小花园上的三角龙和万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在海贼世界里，漫画家就是这样忽悠人的。6. 羞耻澡堂梗，尾田喜欢把一些福利安排在澡堂里，早期的澡堂福利就不多说了，但是到了和之国，1000以后的特色混浴真的是恶趣味满满。第一次山治把娜美罗宾看了个够，完成了一直以来的梦想。打败凯多后的那一次，男浴池里混进来一个女的，女浴池里混进去一个男的，而且还很合理，还能这么玩，真的绝了。7. 各种谐音梗，索隆的技能名字很多都是寿司和饭团的谐音，
包括很多人的生日也是他们名字或特征的谐音。除了这些，也有大佬总结出了原来四皇悬赏金里面的几个数字也取自他们名字的谐音。而且草帽团的最新悬赏令里更是一目了然，索隆和山治的金额里面有自己的生日号码。尾田这是多喜欢这种暗梗。8. 草帽集体梗，这个就很多了，而且最常见。除了之前的山治长相梗和乔巴廉价梗，还有索隆路痴梗、乔巴狸猫梗、罗宾腹黑梗、娜美福利梗、骨头胖次梗、弗兰变态梗、乌索预言梗、慎平反差梗，还有从路飞这里兴起的各种模仿梗。模仿梗最低频率也是2年前后都出现过，前面那些草帽梗更是几乎每个篇章都有，甚至在剧场版里，一帮人还把迷路的索隆给拉倒上了，这梗玩的飞起呀！所以海贼不停，玩梗不断。到路飞对战黑胡子的时候，女罗都来了，女路还会远吗？因为那个系列的手办第2弹就是女路飞。总之，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这就是草帽一伙的默契。草帽团这些人平时都是哪里需要自己就往哪里填，互帮互助。不过他们也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与不擅长什么，所以在战场上就会发现，他们都在默契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首先，路飞会直接找人家 BOSS 单练，一个字莽就完了。罗的总结就很精髓，路飞是个非常优秀的拉仇恨的工具人，给伙伴们提供操作空间。而索隆除了是路飞最可靠的副手，通常对位敌人的2号人物之外，低于失血量2000cc 的单子一般不接。2年后还好，2年前索隆的亨利衫上多少带点血腥味，因为身上的伤就没好过。索隆2年后几乎没怎么掉过血，但是在鬼岛上那么几个小时，把2年后该掉的血又掉回去了，扛了一下双四皇的组合技，没那坦度没那魄力，谁敢接？所以索隆几乎没变，在团队最无助的时候，索隆永远可以站出来担起草帽团的命运。山治属于是灵活就业，风味摇摆人，就像山治自己说的，你做不到的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你来做，相信自己，相信伙伴。山治2年前动不动就玩消失，然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山治总能比别人提前多想一步，别人还在懵逼，山治就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山治大多时候还要兼顾对位敌方的3号人物。不过2年后从冰火岛到德岛，山治打架少了，因为他在当各种小队长，比如捞尸小队长、海军小队长、佐乌小队长等等。所以山治和索隆的区别就是，索隆锁敌后就千万别动了，而山治可以灵活行动。娜美和罗宾这2个女性伙伴是相当重要的。首先他俩是山治的护花使者，没错，山治是花，娜美罗宾是2大护法，适用于在山治遇到女性对手的时候。娜美帮山治解决了卡利法，罗宾帮山治解决了黑色玛利亚。同时娜美和罗宾在战斗中同样属于智将，娜美是在对战 CP9 的战斗中唯一一个拿到2把钥匙的人，偷了未取1把，打败卡利法得到了1把。在和之国，罗宾则是在黑炭大蛇身边做卧底，不仅获得了关于火焰祭典的各种情报，连黑炭大蛇当天几点起床都知道，满分的情报能力。乌索普的打法就是一物降一物，虽然我不是草帽团最强的，但是我能打你那边最 bug 的干部。乌索普就是这样。除了这一点，乌索普会用自己的能力给伙伴们及时打出支援，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变出来什么，伙伴们几乎都得益于过乌索普的这些小玩意儿。布鲁克属于10项全能，什么位置他都能补。单挑大妈这是路飞干的事儿，对付剑客这是索隆干的事儿，奇袭修女的照片这是山治干的事儿，偷取历史正文这是娜美罗宾干的事儿，驾驶潜水艇这是慎平干的事儿，喝牛奶等于治疗这是乔巴干的事儿，专打 bug 这是乌索普干的事儿，往压缩机里装可乐这是弗兰奇干的事儿，就没有布鲁克不能干的。乔巴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妙手回春后勤保障，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乔巴作为战斗员的次数也很多，而且战绩颇丰，豁出性命守护过梅利号和桑尼号，这种宠物只值1000倍利，还要啥自行车？弗兰奇平时虽然不正经，但在团战中是相当可靠的，他是个很好的任务执行人。弗兰奇会用各种办法取得胜利，包括强吻德岛女厂长。慎平老大的加入可以说让草帽团的主力阵容更加牢靠，既有强大的实力，也有机智的头脑。在索隆走丢、山治嫖丢的时候，路飞会发现身边永远有个保驾护航的蓝胖子，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登场机会。海贼王中那些好看的船，在怪物满天飞的海贼世界中，战船的火力都是其次的了，而一艘船往往是他们企业文化和个性的体现，承载着他们的梦想，非常契合一个海贼团的气质，可以说是他们最耀眼的名片。九蛇海贼团的香水游蛇号，看到女帝的船是不是有种亲切感呢？没错，女帝这边很多元素，包括这艘香水游蛇号，都是有中国风的特点。这艘船的灵感取材自北京颐和园的青燕坊，建筑结构和外轮都是基本还原了。青燕坊也叫石坊，正好和女帝的石化能力契合。除了海军军舰，绝大多数船在无风带是无法航行的，而女帝的这艘船，除了前面有2只巨大的游蛇，一对外轮也可以作为动力，能够自由进出无风带。艾尼路的方舟针眼号，这艘船可以艾尼路的雷电能力作为动力，并且实现空中飞行，船底装有200枚喷风倍，即使动力系统短暂故障也可以维持动力。在某航线里，艾尼路的船要氪不少金才可以得到，也确实，艾尼路造船的时候他本人也没少氪金，船上带有黄金人像和一个神的字样，满满的金钱的味道。明哥家族的努曼提亚火烈鸟号，明哥的船真的是很有个性，而且很骚，一身骚粉，对应了明哥象征动物火烈鸟。
这只火烈鸟也戴着和明哥同款的眼镜，明哥的船感觉还越看越可爱，应该属于是最好看的船之一了。红发团的雷德佛斯号，他跟随红发征战了很多年，在邀请耶稣部的时候，远处就有一艘大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在12年前风车村的时候也在，只是当时还没有现在看起来那么恢宏。随着人数的增加，红发成为4皇后，雷德佛斯号也进行了扩建和更霸气的涂装。哲普老板的海上餐厅巴拉蒂，作为东海最有名的餐厅，很多人包括一些海军官兵都会来这里品尝厨师的手艺。整艘船的形状是一条鱼，并且周围有2个升降式的鱼鳍甲板，能延展出更宽阔的空间。2年后，海上餐厅开了2家分店，一个是海底餐厅，这还没什么，而另一家店的 logo 是山治的那张悬赏令的头像，准确的说是迪巴鲁的脸。山治如果知道了，估计当场就情绪失控了。巴托俱乐部的前进路飞前辈号，这艘船就是巴托狂热追星的集中体现。船首部分是路飞，船尾是乔巴，中间的造型是梅利号的羊头，船上还种了娜美最爱的橘子。驱使这艘船前进的并不是船舵和风帆，而是在甲板中央的一个水缸里被屏障罩起来的路飞的生命卡。罗团的极地潜水号，罗的海贼船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它既是潜水艇，也有风帆，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进桅杆里，浮上水面就可以当船用。造型和涂装也有着鲜明的罗团个性，相当好看和可爱。同时上面还有高级的医疗器材和手术室，是最先进的移动医院。路飞曾经有幸体验过。基德团的维多利亚朋克号，这艘船的设计非常独特，它将恐龙骨架和船给结合了。船首是一个巨大的恐龙头骨，船身周围也包裹着恐龙骨架，很有那种结构感。恐龙头的嘴巴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宽敞的甲板，在主甲板的装潢上还镶嵌着一个看似巨人族的头骨。而且基德还说过，打败凯多要把自己的船首换成凯多的脑袋。基德这是有多喜欢骨头。俊美海贼团的沉睡森林白满号，卡文迪许不光是长得跟别人画风不一样，他的船也是，哪里是海贼船，明明是贵公子出海的游船。除了从头到尾亮眼的白马元素，船身的装潢、涂装、造型也非常的精致，桅杆上还挂着硕大的钻石，而且它的风帆和别人还不一样，它有那种褶皱式的花边，它的船也堪称是俊美。亚尔丽塔的可爱小鸭号，整艘船就是粉红色和满眼的小心心，那只鸭子也是星星眼。可爱小鸭号的气质适合小女生或者猛男驾驶。小冯的快速天鹅号，这艘船有一对外轮，而且船体较小，倒不如说是一艘快艇，造型各方面也很契合小冯的形象。粉色的风帆，船首是带着和小冯同款头饰的天鹅。大妈团的女王妈妈圣歌号和波妮的珠宝玛格丽特号，这2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首先，大妈的船不仅靠浑浑果实能力，仿佛是有传灵一样，有活着的灵魂。其次，大妈这艘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蛋糕，饿了直接吃船就行了。而大胃王波妮的船跟大妈团的一样非常有食欲，乍一看还以为是大妈家族哪个干部的船。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这艘船出自弗兰奇的师傅传奇船匠汤姆之手，材料和桑尼号一样，都是由宝舒亚当打造。罗杰的船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个到达过拉夫德鲁的传奇之船，船首有一对人鱼雕塑拖着前部的桅杆，酒红色加原木的装潢也很简洁低调，但不失尊贵。在与金狮子的海战中，金狮子的舰队因为恶劣气候全军覆没，罗杰团则是毫发无损。不过这艘船还是谜点重重，奥罗杰克逊号的下落和船上巨大的蛋是什么还暂不清楚。蒙奇蒂龙的温特格拉马号，龙本人虽然很低调，但他的船直接搞了条盘龙上去，看上去非常威严霸气。龙的船曾经开到过东海双月村，当时索隆就在龙船不远处刻苦修炼。多年后，索隆和这艘船的主人的儿子一起划着小船出海了。卡普的狗头军舰，一些海军军官会有自己的专属军舰，比如藤虎还有鹤，但像卡普这么会玩的还仅此一人。他的船首不光是有个叼着骨头的狗头，船上的建筑也不是正常军舰的指挥塔，而是小房子造型的狗窝。不知道卡普是不是给自己的船起名叫什么赤犬号或者萨卡斯基号。白团的莫比迪克号，船体的造型是一条鲸鱼，整体的气质给人一种纯净自由的感觉，如此简约的海贼船也是不多见的，也很符合白胡子的志向和白团的氛围。但是莫比迪克号已经在顶上战争中毁于赤犬的流星火山。金狮子的岛船其实就是金狮子用果实能力浮起来的一座岛，海贼王里最特别的存在。岛船的空间也非常大，是一座空中堡垒，前面挂了一个巨大的狮头像，看起来威风凛凛。德索罗的大德索罗号，虽然它可以当作船，但它也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海上黄金城。艾尼路的黄金方舟在它面前也就是边角料的水平，富丽堂皇已经不足以形容大德索罗号的氪金程度。最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梅利号和桑尼号了，这2艘可爱的梦之船，一个上过万米空岛，一个下过海洋万米，一个已经成为过去，一个终将创造传奇。从草帽团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其实除了船员外，每个海贼团还有一个特别的伙伴，那就是这些陪他们驰骋大海，让他们有一处安身之所的小船船。被搭讪的娜美与罗宾，娜美罗宾作为草帽团的2大团花，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搭讪。相比之下，娜美被搭讪的次数比罗宾多很多，因为这方面娜美太会了，她可以利用这个捞点好处。
在动漫和漫画中，娜美的登场方式虽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娜美都在通过被人搭讪而忽悠财宝，而且都顺利得手了。后来山治看到了娜美，仿佛是看到了一生的答案。山治不愧是老手，上来就一顿花里胡哨，看到索隆、路飞在那尬得抠脚，因为这是他俩一辈子都学不来的东西。不过什么都不如答应给娜美免单来的实在，终于是深得娜美的欢心。此后娜美又被海军大将青雉搭讪，被青雉称之为令人神魂颠倒的小姐，还问今晚有空吗？看青雉这张口就来的话语，洒脱自然的神情，一看也是个老手了。在水之都，娜美罗宾被双双搭讪，娜美当时被一个大叔邀请共进晚餐，很快大叔被他老婆拽进去打了一顿，据说这是当地人太过热情的一种表现。罗宾则是被几个星星眼的人拦住，被评价方圆100里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乔巴来了句神吐槽，这里好多山治啊，而山治本人已经变成了护花使者，谁敢搭讪船上的女生，怒气值瞬间爆满。阿布萨罗姆那种不能算搭讪了，纯属是跳过了铺垫环节，靠着隐形果实逮住娜美罗宾一顿占便宜，最后被各种 buff 叠满的山治暴打一顿。而阿布并没有善罢甘休，后来依旧抓住娜美想要亲亲，不仅逼出了娜美的见闻色，还被娜美喂了小飞棍。小飞棍来哦！2年后，娜美长发及腰，整个人变化很大，初回香波地就被人给调戏了，正是假草帽团的假路飞，让娜美来身边陪酒，而且这个假路飞的声音还是山治的。娜美也很横，连拒绝带蔑视一起还给了对方。话说这个假帽团一点都不专业啊，居然连娜美都认不出来，毕竟娜美的妩媚悬赏令在大海上还是挺出名的，阿健口中的征婚照嘛。因为这个还引起了多起对娜美的骚扰事件，前有阿布萨罗姆，后有文斯莫克永志，再加上那个天天对娜美悬赏令犯花痴的海军超新星泽帕。除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还有像锦卫门这种蔫坏的，嘴上吐槽娜美的穿着，心里可是喜欢的不得了，竟敢眉飞色舞，让护花使者山治非常不爽。在和之国，锦卫门忽悠娜美，在我们这儿，女忍者就是这样穿搭的。但是看到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忍，才知道锦卫门这家伙真的坏得很。罗宾被人搭讪的次数虽然不如娜美多，因为两人走的路线不一样，罗宾属于生人勿近的感觉，但罗宾要真的开放起来，还要啥自行车？这不比花魁香，把黑炭大蛇迷惑得心驰神往的。在和之国，罗宾受当地人的欢迎程度似乎比娜美高，毕竟罗宾化身艺妓真的绝美。在鬼岛会场里，暗黑时髦打扮的罗宾被一个小喽啰给搭讪了，随后被罗宾一个手刀给打晕了。一旁的慎平吐槽罗宾是个可怕的女人。在花之都的混浴澡堂里，娜美罗宾也便宜了这帮围观的人了。在这里还有个重点，就是池子里有一个透气的竹筒，没错，当时山治就藏在这水池里面。可以说尾田的恶趣味依旧稳定发力。好了，本期内容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 ，Thank you。草帽一伙的反向迷惑行为，草帽团这些人都有很鲜明的性格特点，胆小的乌索普，硬汉的索隆，见面就免不了问问题的布鲁克等等。但他们有时候会突然给你来一个反常的沙雕操作，就感觉很有意思。乌索普追着敌人跑，就看到这句话，感觉乌索普是被谁给夺舍了嘛？因为平时都是他被别人追着跑的份儿。不过在恐怖3人帆船，乌索普证明了自己适合对付什么样的敌人。乌索普免疫了佩罗娜的消极幽灵，并对其一路猛追，这是印象中乌索普极少撒开了腿反追别人。路飞索隆那种都不好使，就得是乌索普这样的才能当他的克星。索隆被敌人吓得东躲西藏，要是正儿八经的敌人，索隆还真不怕谁。七武海4皇呢都是正面招架，可遇到达斯奇后，索隆就会完全丧失斗志，并疯狂逃窜。对索隆来说，早期比娜美更恐怖的就是这个长得很像古伊娜的达斯奇，从头到尾就没见过索隆这么怕过一个人。弗兰奇对 Super 没有任何反应，这可是刻在弗兰奇 DNA 里的东西，很难想象他对别人对他做这个动作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弗兰奇被填装了红茶，变得很奇怪，小男孩做这个动作试图帮弗兰奇找回自我，结果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弗兰奇淡淡的说道，孩子，你做这种动作不会感到羞愧吗？老传统，我自己吐槽我自己。乔巴藏的最好的一次，如果草帽团玩捉迷藏，乔巴肯定是第一个被找出来的那个，因为乔巴一向是反向躲藏，感觉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哪儿。但2年后，乔巴藏了一次最好的，身子挺直，躲在墙后，小爪子背在后面，既紧张又乖巧，教科书式的躲藏。乔巴已经改掉了反向躲藏的毛病了吗？那倒不至于，在这之前他依然是在反向躲藏，只是被好心的罗发现了，并丢了个纸团给提醒到了。路飞对书感兴趣，在桑尼号的图书馆的介绍中，路飞没有书，他是从来不看书的。但罗宾上船没多久时，路飞曾经对罗宾看的书有过浓厚兴趣，这一度让伙伴们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路飞一旦对书有兴趣，不觉得草帽团就变得非常诡异了吗？路飞最多是看到食谱的某一页，然后对山治喊道，山治，我今天想吃这个。所以路飞当时可能只是想和罗宾聊聊天，仅此而已。娜美把财宝送人，这直接把路飞和乌索普给吓疯了，感叹道，暴风雨要来了。娜美其实在大是大非上并不吝啬，但一个财迷主动把财宝送给别人这件事儿，就感觉这种事情和路飞看书一样恐怖，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山治拒绝女人，
这段其实是布林编的，当时布林说，相比于结婚，山治更希望回到伙伴身边。路飞几个人听到后都吓抽象了。路飞他们第一个关注的重点不是山治的伙伴情谊，而是这家伙居然拒绝了女人。其实就算是真的，山治应该也会拒绝。8. 罗宾和乌索普合体。罗宾很讨厌合体，像什么巨型大皇帝、路飞卫门、托尼弗兰巴这些合体怪都被罗宾吐槽过，因为实在太羞耻了嘛。但罗宾可不是没合过体，在海上列车上被迫与乌索普合体，然后还在看守面前做出了很多奇怪的姿势，才蒙混过关。不知道罗宾本来就讨厌合体，还是从这之后罗宾才讨厌合体的，感觉后者可能性更大一些。9. 布鲁克见面问了一个其他的问题。布鲁克看到女的就问那个问题，这是老传统了，大妈也不放过。但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非常无厘头的问题，那就是遇到人鱼凯米的时候，可能布鲁克也知道人鱼可能应该不穿的东西吧，所以布鲁克缓缓走了上去问人家，斯密马塞，你能借我点钱吗？当场被山治一脚踹飞。山治问难打油，是呀，为什么呀？布鲁克为啥要借钱就很离谱。10. 慎平学会了吐槽。慎平以前是看不出有什么沙雕气质的，非常担忧他能不能融入草帽团，但是从吐槽路飞不听自己讲话，到吐槽宙斯、二五仔和山治人家没问你吧，再到如今的霸王色吗？慎平的吐槽越来越精髓了。所以这些人平时给我们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但有时候又突然来这么一下不一样的感觉，是这群人很有趣的一个地方了。草帽海贼团全员怪物。以前有个梗说，本以为草帽团是一群草根出海冒险，没想到是各种富二代出海体验生活。现在看来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是正常人，一个比一个怪物。当然怪物在草帽团里并不是嫌弃，而是对伙伴实力的肯定。路飞那奇特的果实能力自然不用多说，现在更是配得上怪物的称号。当时山治就是用连我们船长都是怪物，你怕啥这种话来安慰乔巴的。不过看似肉体凡胎的索隆被称为怪物的次数甚至比路飞还要多。早在认识娜美的时候，索隆就是血流了一路，架也打了一路，完了还活蹦乱跳，早早的被娜美归类为和路飞一样的怪物。后来罗生门劈火车把小弟们都给看傻了，被小弟们评价为就那种怪物还不是草帽团的老大吗？没错，他们的老大更怪物。不久之后老大用脚劈军舰。再后来就更离谱了，因为在龙宫城里虐杀海贼被称为天生的杀人魔鬼刽子手。索隆反驳说，面对提刀而来的敌人，难道还要请他喝茶不成？而且索隆的坦度一点都不输路飞，扛伤害这一块你永远可以相信索隆，这要是没有怪物级别的肉体和意志是做不到的。山治现在也很难称得上是正常人了，刀枪不入，快速恢复。血统因子的觉醒让山治一度以为自己要变成和几个兄弟一样的怪物，但还好拥有了怪物的肉体，但保留了人类的情感。乔巴最开始可是深受怪物这个称呼的其害，搞得乔巴非常自卑。当时草帽团有路飞、索隆、娜美、乌索普、山治、薇薇，他们再怎么怪毕竟还是人。一只会说话的狸猫确实属于真兽级别的了，那是乔巴进团早了，因为他如果能先看到一副能说话的骨头布鲁克，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了。现在乔巴常常因为自己在草帽团怪物排行榜里排不上号而感到自卑。话说伟大航路确实神奇，确实无奇不有哈。东海五人组自从进了伟大航路，收伙伴的标准也逐渐狂野了起来。自那以后上船的船员也仅有罗宾属于人类的范畴，当然罗宾不怪则已，一怪惊人，觉醒了绝美的恶魔形态，也对得上他恶魔之子的称号了。当怪物索隆在龙宫城里嗜血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蹲在一旁又开始嘀咕了，哎，我们越来越像坏人了，哎，为什么我们船上都是这种人啊？哎，船长也是啊，以为他俩是正常人了吗？不，显然不是。娜美自带发缠，在船上谁见了他不跟见了怪物似的，分分钟秒杀草帽团3大主力怪物。乌索普普通人的灵魂是不假，但是怪物级别的肉体不服不行。他俩在这儿又开始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我吐槽我自己了。草帽团越来越怪物，还有一点传统就是，只要对方足够奇怪，路飞就会拉他做伙伴。要不是其他伙伴阻止，现在他们船上还会有一只僵尸独角兽、一棵僵尸大树、一只半兽人和一只佩罗娜的幽灵等等等等。从到达水之都前，路飞理想船将的画稿上来看，那会儿路飞压根就没有想找个正常人。最后弗兰奇上船，不仅不是人，还是个变态，怪上加怪，路飞很满意。然后就是布鲁克，不仅不是人，还是个音乐家，路飞很满意。之后是慎平，不说了，路飞很满意。反正草帽团已经10几年没有收过正儿八经的人了，就是逐渐物种离谱。草帽一伙在冒险中遇到过很多怪物级别的物种和对手，到最后没想到怪物竟是我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路飞他们从来不会在意伙伴和朋友是不是怪物，就像路飞在雪地里仰天高呼邀请乔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看起来很好吃，当我们的储备粮吧。当然这是低情商的说法，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废什么话，一起走吧。所以再等等，总有人会接纳你，这是草帽团与众不同的温柔。路飞那些奇怪又可爱的技能，作为一块橡胶，路飞能在战斗中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所以路飞的一些可爱的技能不仅很实用，还能有效的侮辱到对手，而且有些沙雕能力他还不止使用过一次。橡胶大口吞初次使用是在和老沙的战斗中，本来老沙还以为愤怒的路飞要来真的了，结果居然是个这么沙雕的技能。老沙作为自然系自然不怕，但智商却感受到了侮辱，这让老沙很生气。
后来在剧场版里，路飞同样使用过此招，吞过软糖果实能力者。可能路飞看到软糖能力就很有食欲吧，可实际上他的软糖巨难吃，很快被路飞吐了出来。本以为大口吞就是个纯搞笑的技能，但终于到了蛋糕岛变得有用了一次，而且还有了组合技。路飞利用橡胶火箭弹射出去，再用橡胶大口吞一口气破坏掉克莉家的饼干。2年后，路飞连这种技能都变得有用起来了吗？不，路飞只是单纯的想吃。橡胶发呆和橡胶章鱼唯一一次使用是在对付艾尼路的时候，当时拿超前的新网没有办法，路飞急中生智，只要我没有动机，敌人就看不出我的动机，顾名思义发呆。果然晃的艾尼路一度认为自己的新网有 bug， 其实真的有 bug。之后路飞用反弹章鱼拳乱拳打死老师傅，很像是4档蛇拳的雏形。橡胶机器人盟友闯入司法岛的时候使用的一招，说是盟友，其实就是用橡胶身体绑架一个人做挡箭牌，让其他敌人无从下手。衍生招式有机器人盟友拳和机器人盟友踢。最开始的3档形态，最可爱的就是解除3档后，路飞会因为放弃而变小，然后被陆琪抓到后，小路飞还倔强的打了他一下，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不过2年后就不会再变小了，也算是个绝版的能力。橡胶 Jet 替罪羊，当时看似胡扯的能力，却没想到竟是强大的双4黄合体技，让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蒙羞。可以说从心理层面将其秒杀，原理倒是很简单，从附近抓取一个东西替自己抵挡伤害。顶上战争幸运的巴基成了这个不幸的大冤种，帮路飞挡了好多刀。2年后，橡胶替罪羊有了一个改版，橡胶树枝，只是替罪的人从巴基变成了树枝布雷。路飞当时正被大妈的次女追杀，用布雷当盾牌玩得可嗨了。所以2年后，路飞虽然变强了，但那种奇怪、沙雕而且还有点用的技能并没有减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橡胶 UFO， 初次使用是在冰火岛，通过旋转腿部获得速度加成、制空和清兵能力，形状非常像路飞开着小飞碟，所以这种形态看起来很好玩很可爱。第2次开飞碟就是在德岛，此招还有非常锋利的切割能力，路飞用这个清了一堆玩具士兵，然后平稳降落。橡胶答谢礼炮，这是在橡胶气球的基础上加强的一个技能，受到了雷利的指导，改良了以前主要用于防御而且胡乱反弹的缺点。路飞的答谢礼炮可以用双倍力度进行还击，而且精度提高了很多。路飞还会做出一个瞄准的手势，非常可爱。第1次用是对付狙击手雪山兄弟，这个技能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在德岛为了保护罗和牛，还有2个混子兄弟时也用过，在蛋糕岛躲避大妈子女的追杀时也用过。而且这种攻击方式还有更强的版本，就是4档保护形态下的橡胶加农炮球，这个技能属于现吃现用。克利架是来着了，第1个尝试，被路飞从百草园弹到3位树屋，然后就是5档路飞下的一些形态了，甚至可爱沙雕到连画风都变了，身体比之前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可以做出更奇怪的姿态，不愧是被称为最胡来的能力。好了，本期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谢谢。草帽一伙遇到过的那些可爱的小角色，在冒险途中，草帽团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儿，有些人依然有再次相见的机会，有些人可能只是匆匆过客，但这些人登场虽然不多，想起他们却觉得很有意思。恐怖3人帆船一位受了重伤的老人家，这是路飞给他的称呼。当时老大爷想爬出来吓唬路飞他们，结果又被尊老爱幼的路飞给摁进去了。大爷您歇着吧。在草帽团还没有展示6亿倍力组合技的时候，老大爷吼道：“你当我是谁？我可是僵尸！”展示完实力后，另一个老大爷忌惮地靠了上来。山治他们提醒路飞：“不都说了这是僵尸吗？”老大爷说：“不，我不是僵尸，我是一个受了重伤的老人家。”谢尔兹镇给索隆送饭团的小女孩丽香，她第1次尝试做饭团，就是为了报答索隆的解救之恩。虽然把贝鲁梅伯给齁到了，但索隆却温柔地让路飞带话，饭团很好吃。如今丽香已经是谢尔兹镇海军基地小有名气的厨娘了，能做出让人慕名而来的饭团。被遗落在珍兽岛卡在宝箱里的宝箱大叔卡蒙，他与这里的动物一起相依为命20年，不仅是路飞第1批邀请成为伙伴的人，后来还和巴基成了好兄弟。如果他能看到如今的报纸，2张熟悉的脸庞赫然入目，想必也是感慨万千的。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卡在木桶里同命相连的小萝莉，关系非常亲密，也是人生赢家了吧。微微的搭档 Mr. 9和那个金刚芭比，他们在得知微微的身份后，都曾奋力保护过微微，逃过追杀。这是 Mr. 9最爷们儿的一次，结果帅不过3秒，比索隆还惨，口结鼻屎男的鼻屎。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2年后 Mr. 9和金刚芭比他俩居然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孩子。果然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长链岛的高跷老伯，老伯的经历也是相当生糙，别人迁移走了，把他落高跷竹子上了，而且邪门的竹子居然还在继续生长。就这样在高跷上吃喝拉撒了整整10年，被路飞吐槽白痴。然后老伯拿出了珍藏了10年的陈年老奶酪请客吃饭，路飞居然还想尝尝，被乌索普阻止。老伯吃了一口，立刻食物中毒。如今老伯伯已经和家人老乡们团聚了，而且有了孙子孙女。分槽头的战斗员兼啦啦队长的波尔奇，他非常喜欢乔巴，一有机会就要和乔巴贴贴，给乔巴取了小乔乔的绰号。如此亲密，这样让乔巴对他避之不及。乔巴扑进罗宾的怀抱，他还会吃醋，毕竟乔巴怎么说也是草帽团的人。虽然福克西海贼团比赛耍诈，但好在最后愿赌服输吧。
波尔奇追着小巴，还想着在最后抱一下下呢。可可罗婆婆的孙女齐蒙妮和她的伙伴昆贝，感觉他俩是海贼王里最可爱的一对搭档。昆贝其实是一只兔子，但齐蒙妮一直把它当成猫，所以连昆贝自己都觉得自己应该是猫。他俩还会表情同步，非常讨人喜欢。玩着玩着，无意间找到了通往正义之门的秘密通道。齐蒙妮有1/4的鱼人血统，所以能在漩涡中把路飞给救上来。现在齐蒙妮已经成了水之都的小站长了。呆萌的鱼人小巴和人鱼凯米，小巴和草帽团初次见面就是误把索隆当成了阿龙请来的客人，然后把路痴的索隆免费送到了可可西亚村和路飞会合。小巴和草帽团也算不打不相识，在小巴的冒险中，他救了人鱼凯米，两人办起了章鱼烧店，后来还请草帽团吃够了章鱼烧。路飞对待朋友也是够情够义，而小巴也是为了保护桑尼浩身负重伤。小巴虽然对新上鱼求婚失败，但凯米暗恋着小巴的情愫更有意思。冰火岛的豹子半兽人兄弟非常的豪爽热情，和自己的同类路飞惺惺相惜，而且很快混熟了，互相观摩夸赞对方的身体，还比赛谁跑得更快。路飞自然没有忍住拉人家当伙伴，如果路飞不是他们的敌人，两人应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德雷斯罗萨的2个混子王亚布德拉和杰特，就是那2个蹭路飞的牛蹭了一路的哥们儿。相比其他草帽大船团的人，他俩的实力真的有够混的，在竞技场还耍阴招。不过在路飞和罗被明哥分身堵到死路的时候，两人就像当年的刀神剑圣一样，面对齐武海挺身而出，将明哥的分身破坏掉，拯救了路飞和罗。第二个做出这种事情的是God乌索普，只是哥俩当时是在洞穴里救的路飞，没人知道这事儿，他们深藏功与名，后来也成功混进了草帽大船团。当然海贼王里还有很多登场不多但很有意思的人，有什么让大家觉得有趣的呢？可以继续补充。草帽团这一路的冒险实在太精彩了，不光是遇到大人物大事件，这些很多可爱的小人物更是草帽团神奇冒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事儿太多。对付路飞最忌讳的就是在大顺风局的情况下把路飞放虎归山，毕竟路飞有可能会在这期间饱餐一顿满血复活，或者找个老师恶补一下课程，再或者找到胜利的方法回来就能翻盘。艾尼路败自然不是败在了实力上，而是浪在草帽一伙来到空岛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艾尼路的掌控之下，视野全开的情况下居然能输，因为艾尼路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对手，而是几个陪玩。艾尼路甚至自己还传了个吃鸡的局，玩得可嗨了。在空岛难逢敌手的艾尼路可以轻松秒掉除路飞以外的人，但被路飞打了个懵逼的时候，艾尼路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大对劲了。不过雷神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控制路飞的情况下，居然把他连人带球给扔下去了。艾尼路还是太相信自己的果实能力了，最后自己制胜一招也被路飞给打散。艾尼路明白了，永远不要轻敌一块橡胶，那可是神的天敌。同样浪输的还有莫利亚，在开局没多久就活捉路飞剪掉他影子的情况下，莫利亚只顾着去复活巨人奥兹了，全然没有把路飞当作威胁，甚至再次见到路飞的时候，不仅把影子如何物归原主的方法告诉了路飞，还和路飞玩起了捉迷藏。莫利亚的优势就这样一点点流逝了，于是在这期间就有了比当时2档3档还强势的梦魇路飞。当莫利亚回过神来，意识到问题有点大的时候，想用牵引来挽回败局，结果莫利亚都快被自己的能力给撑爆了，简直就是活靶子，被路飞打吐。和以上不同的是，明哥在得岛的计划和布局上并没有多浪，只是明哥并没有想到，当年在顶上战争被随意拿捏的毛头小鬼，居然成长这么快。当时明哥处理掉路飞，手拿把攥，不过还记得贪玩的明哥说了句：“放他走吧，这样今后才好玩呢。”2年后得岛才好玩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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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好玩呢。明哥自己挖的坑，把自己给玩进去了。五鼠中将说：“喜欢玩喜欢皮是吧？不要怪我当初没提醒你啊。”还有感天动地凯多老师，上面几个人完全是轻视了路飞的实力。凯多老师虽然口头上也嘲讽路飞，你想当什么王来着？但作为人生导师，骨子里有教无类的本性还在。一棒子敲晕后，还想着能把路飞招入麾下，培养成不错的战力。在所有对手里，凯多给的禁闭待遇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多少有点人身自由，干活就有饭吃，多劳多得。但是凯多老师人不狠站不稳啊。这一路上，路飞利用中场休息，从而反败为胜的技巧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借此掌握流鹰算是第一个转折点。凯多也没料到自己小小的不当回事了一下，路飞后来能夸张到这种地步。所以路飞这一路的战斗经历基本上都是以下课上，那些大佬掌握着全盘优势，为啥会输？毕竟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闲事儿太多了呀。路飞伙食到位，四皇干废。路飞是个吃货，但对路飞来说，好吃的不仅仅代表快乐，甚至比金银珠宝都好使。跟食物有关系或者能请路飞吃饭的人，在路飞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香波地，草帽一行人结识了人鱼凯米，凯米请求草帽团去救小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了，路飞当下也就豪爽的答应了。只不过路飞当时是本着助人为乐的目的答应的，问这个小巴是谁，凯米说小巴是自己的老板，能做出世界第一美味的章鱼烧。路飞一听惊了，此事事关重大，事不宜迟，兄弟们就算拼上性命也要救出章鱼烧，冲呀！注意，路飞说的是救出章鱼烧。小巴哭晕在厕所，我始终不配拥有姓名是吧？
最后路飞也如愿以偿，在小八这里把章鱼烧吃到了爽。2. 一饭之恩能让路飞赴汤蹈火。请过路飞吃饭的人还挺多的，娜美、薇薇、女帝、白星、蕾贝卡、小玉。虽然路飞帮助他们并不全是因为吃的，但如果事先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激励的话，那肯定是锦上添花的。而且路飞对于酬劳方面也非常单纯。当初答应薇薇要把老沙揍飞，路飞的要求非常简单，让薇薇请他吃饭，要吃到撑死的那种。这个要求单纯但并不廉价，毕竟让路飞吃到饱那也得老鼻子钱了。然后再德岛也算挺巧合的，本来路飞没打算要做拯救德岛这么伟大的事情，只是想抢回艾斯的烧烧果实，捣毁明哥的工厂。结果蕾贝卡请了路飞吃了一份便当，明哥推进城负6层的房卡就被预定上了。后来路飞跟卡文迪许抢主攻，路飞直言这种事情我来办就好了，我必须要回报蕾贝卡的一饭之恩。被一旁的罗吐槽，你战斗的理由原来只是一顿饭啊。和之国小玉把自己过生日才舍得吃仅存的食物给了路飞，自己只能去喝污染的河水，之后便有了路飞太郎的报恩。他把一大车干净的食物送到村民手上，便答应小玉，我会将这里变成一个让你每天都能吃饱饭的国家。加上小玉跟艾斯还有渊源，路飞绝不会坐视不管。所以说路飞的战斗理由看似是因为一顿饭，不过纯粹但绝不简单。3. 一顿饭能让路飞满血复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索隆回血靠睡觉，路飞那就靠吃了。不管路飞血条多低，没有一顿饭是不能加满的，有那就再吃个乔巴。每场战斗下来要例行开一个大宴会，也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阿拉巴斯坦狼吞虎咽，误吞乔巴，水之都睡着觉都能吃。后来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在睡梦中能做出各种情绪并不停的吃。索隆吐槽，你到底要做哪样呀？不过无一例外，只要经历这么一波，路飞就满血复活。在鬼岛也是，被凯多各种敲门后下来加个餐，回去接着干。所以只要吃的不断，就能给路飞带来无穷无尽的能量。给路飞一碗饭，他敢去打4皇；给路飞一份章鱼烧，他敢去揍天龙人；给路飞一块肉，他就能仰卧起坐。路飞这人能处，伙食到位，4皇干废。有吃的他是真敢玩命。好，本期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只要喊了技能名，别人就不知道我其实在评 A。海贼王里有不喜欢设计技能名字的人，比如鹰眼、雷利、白胡子等人，也有技能名一套一套的，很霸气。结果发现这明明就是他的普攻。首先就是凯多，凯多的八卦系列技能屡次将路飞敲晕过去，攻击手段却简单粗暴，就是双手握棒缠上霸王色往人身上抡就完了。雷鸣八卦、刨雷八卦和大威德雷鸣八卦本质上好像就是威力有高有低而已，包括降3式引奈落。启明果实索隆出个新技能的标准，那得是特效啊、姿势啊、作用啊，用拿把刀来配合都需要讲究。凯多表示，我只需要在平 A 上多使点劲儿或少使点劲儿，哎，他又是个新技能。真的，一根棒子能让凯多老师得玩出花来。然后是罗杰，一招神臂击飞光月玉田，听这个名字颇有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意思。结果一看，这不就是罗杰的平 A 吗？还不如跟白胡子对了一刀啥也没喊的平 A 炸裂。要么就是罗杰的普攻都是这个水准，一律称之为神臂，要么就是拿平 A 当技能，专门跟各路高手会招试探虚实用的一招。这样的话也能给萍水相逢的对手一些面子，一招神臂满满的人情世故。还有卡普，卡普也是一位平 A 大师，比如爱之铁拳，这种拳头上可以一拳秒皇父，下可以一拳驯儿孙。虽然就是缠了武装色的平 A 嘛，能把橡胶给打出肿包来。当然卡普为了让路飞艾斯了解自己的苦心，起了这个浪漫的技能名字，然而作用不大，依然给路飞留下了终身的心理阴影。直到遇到雷利，路飞才知道原理，没想到自己是在曾经把海贼王罗杰追到天涯海角的平 A 下活下来的。其实这两拨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同一点迷惑性。那些不喊技能名的，因为他不喊，谁知道他要开大还是普攻，所以大招就是普攻，普攻就是大招。这些给平 A 起技能名的也是，对方原本以为自己扛下的是大佬的大招，回头一看那只是人家的平 A， 所以大招就是普攻，普攻就是大招。话说海贼王里还是索隆他们最实在，对方是倒在自己哪一招之下，索隆给人家报得清清楚楚，就给人感觉索隆自己心里一直有个 KPI， 就是每场战斗需要喊出用出10个完全不一样的技能，才能达成启明果实成就，解锁新招式。好，本期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海贼王中的那些社死现场。海贼王里有很多社牛，当然更有脸皮比较薄的人。那接下来就有请社死小王子山治。在山治的脑海中，注定有一件事尬到他永生难忘，那就是在冰火岛期间，山治抱着警卫们的脑袋，站在弗兰奇坦克上，在周围小孩子们的簇拥下，在弗兰奇自制的欢乐儿歌中，缓缓驶向门外的人群。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弗兰奇和孩子们倒是玩嗨了，山治麻了呀，尴尬、懵逼、惊慌失措。尬上加尬的是，门外的罗当时在跟斯摩格胸有成竹地说：“这里没有其他人，诸位请回吧。”然后这帮沙雕就这样冲出来了，还跟罗主动打招呼，高冷罗当场社死。当时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心都有了。山治也没办法，与其尬在原地，不如加入他们。山治最后无奈被迫营业。其实最让山治社死的还是他那张悬赏令，这跟自拍还不一样。自拍最起码他的留存自己是可以定夺的，
悬赏令这种公布于众的东西，只能任人评判了。当时迪巴鲁和山治碰面的时候，一旁的小巴现场直接补刀了一句：“哎，你俩长得挺像啊。”随后索隆补充说：“简直一模一样。”这场面直接把布鲁克给笑跪了。这似乎是布鲁克唯一一次笑出猪叫声。布鲁克想说：“我通常不会这么笑话伙伴的，除非忍不住。”山治还不算脸皮很薄的，草帽团里脸皮最薄的是索隆。索隆的射死次数可以说是草帽团之最。作为一个硬汉，与这点背道而驰的射死瞬间是非常致命的，而且很多尴尬瞬间都被罗宾亲眼见证。罗宾上船没多久就发现了索隆是个相当严重的路痴，高冷印象荡然无存。在水之都带娃当奶爸，他遇到其他人，索隆东躲西藏，最后还是碰到了罗宾，非常尴尬的得到了罗宾的保密承诺以及和你很配的调侃，逃过了更大范围的社死。和弗兰奇沙雕小组组成巨型大皇帝，被罗宾无情嫌弃，事后连索隆自己都觉得非常丢人，尴尬的逃离了社死现场。罗宾有这么好心，可别人通常不会给索隆面子了，比如山治。索隆号称自己的意志力不会被佩罗娜的消极幽灵击垮，结果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被无情打脸。这件事儿后来被山治当众笑话了一路，水之都被卡在烟囱里，事后被乔巴说了出来，又迎来了卡在墙缝里的路飞的嘲笑。当然索隆当时是很想掐死山治和乔巴的。在冰火岛最社死的应该是达斯奇了，烟鬼是个好人，有福利他是真给哥们儿们看啊。记得有一期 SBS 有个观众问这个尾田，他是没穿还是怎么样，尾田表示斯摩格扯掉了。不得不说烟鬼还是个敞亮人，可达斯奇真的栓 Q 了。推进城现任署长汉尼拔，他曾经最社死的无疑就是被小冯模仿的娜美给戏耍了，最后被小冯给吊了起来，衣服还被小冯给抢走了，就这样光着身子只穿一条裤衩在杂物间里挣扎，等待被解救。后来应该是被赶来的部下给救了下来。这种一辈子也不想再提起的事情，任何时候回想起来也是很社死的。汉尼拔这个好歹还是有点衣服遮体的。海贼王里最社死的操作，应该就是弗兰奇在水之都街头裸奔和路飞金蛋了。路飞金蛋还好点，起码女儿岛的人一开始只是纯属好奇。然而弗兰奇那一天在水之都市民人群中当众裸奔，追着一条满天飞的胖子。他还表示这几十年他有且仅有这一条，这给他原本就在水之都响当当的名声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还在伪满市民的海岸上被罗宾当众抓击，在地上疯狂打滚。然而最让人敬佩的是，弗兰奇并没有因此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反而摆起了 pose， 被罗宾评价为男人中的男人。娜美及时纠正他只是个大变态而已。确实后来知道了，弗兰奇真的比路飞还要社牛。路飞起码觉得如果自己的赏金降低了，就属于是社死事件，但社死对弗兰奇来说是不存在的。裸奔、变态、强吻女厂长，还有什么是弗兰奇干不出来的？即使被罗宾吐槽，也能很快的恢复过来，再接再厉。2年后甚至都免疫了罗宾的吐槽，这充分说明了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了。海贼王里的那些雷区蹦迪大师，百兽海贼团里的凯多老师和靳老师，这都很熟悉了。其实奎因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别的老师都是今天学不会老师的本事不准走，奎因这里是今天学不会你爹的本事不准走。山治刚开始懵了，心想这家治什么时候在外面收了个全能型儿子。话说奎因老师呢，用的是踩雷激发式的教学，从而逼出最强山治，一口一个加治的儿子，一口一个文斯莫克，听了山治心态早早的就崩溃了。奎因老师说别急，还有更崩溃的。山治觉醒了骨子里的血统因子后，奎因老师一看效果不错，继续雷区蹦迪。他展示了文斯莫克全家桶的技能，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有山治在的地方殴打女人，让女人落泪。站在山治的角度来看，娜美是你喜欢的样子他都有，奎因是你讨厌的样子他全有。奎因完全掌握了 IT 密码了，属于是踩雷大师。奎因不仅屡次精准踩雷，本来文斯莫克就踩过山治的雷区，奎因这是雷上加雷，双倍伤害。最终山治将所有的愤怒汇聚在一脚上，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打败了奎因。山治的愉悦式的成长离不开奎因老师开创性的教学方式。为什么说奎因是踩雷大师？因为这不是奎因第一次趟人家雷区了，之前还在大妈面前护食，跟大妈抢吃的，抢红豆汤，让大妈暴揍一顿，沦落到装死来逃避挨揍。后来又激怒了乔巴，在乔巴面前草菅人命，蔑视生灵。最关键的是胆敢对小狸猫不敬，成功吃到了乔胡子的一个大滴豆，就给人感觉别人做事情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奎因是一步一个雷区。雷区蹦迪大师也不能少了黑胡子，毕竟黑胡子的奋斗史其实也是一路在雷区趟过来的。在战国面前要把马林凡多沉入大海，在白胡子面前说他在巴拿罗岛饶过艾斯一命了，在红发面前戏言红发的伤疤。由此可见，黑胡子可能觉得自己吃的是面子果实。总之就是水战国、怼老爹、系红发、伤女帝、抓科比，这一套下来得罪了多少各路大佬。话说小马哥是只打高端局的对手，黑胡子是只在高端局里挨揍。2年前黑胡子一登场就放最拽的话，挨最毒的打，跟黑胡子总是在雷区蹦迪的骚操作不无关系。都知道路飞草帽的质量极好，但是至今那顶草帽唯一一次差点被毁，就是在巴基手里。草帽无疑也是路飞绝对不可践踏的雷区，连泽法拿到草帽后都没对帽子做什么。而巴基这个唯一一个敢不给红发面子的人，
一手将草帽刺出3个豁口，一脚把草帽踩瘪，看得路飞直接血压飙升。路飞一脚上去，巴基麻了，从没见过路飞对哪个敌人下死手，还要牵连无辜子孙的，更没想过当年东海村口的一场看似普普通通的斗殴，居然是黄团大战的预演。巴基其实一直都在雷区蹦迪，毕竟真海贼就是过的刀口舔血的日子，但只能说巴基的霸王色运气太顶级了，他每次得罪一个人就能结交一个人，结交一个人就能跟那个人混上饭吃，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的雷区蹦迪高手。好，本期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草帽团成员一路上最受哪些人的喜爱？草帽团在冒险的途中遇到过很多人很多种族，往往会和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不过这些沿途的朋友们自然也有他们最喜欢或最崇拜的那位草帽团成员。乌索普和巨人族、小人族，在乌索普的冒险中永远少不了巨人元素。从最开始在小花园拜师部落基，并梦想去埃尔巴夫一趟，到后来在司法岛结识了2个巨人族守卫，一聊家常才知道没外人，东利和部落基是他俩的老大哥，2个巨人守卫为乌索普马首是瞻。在德岛又让海尔丁崇拜至极，顺便挖了未来4皇巴基的墙角，包括整个巨兵海贼团。埃尔巴夫必然是要去的，那里无疑就是乌索普的主场啊，毕竟乌索普在埃尔巴夫可是名副其实的关系户。然后小人族也是从头到尾亲眼见证了乌索普的封神之战，从此他们将乌索普视为救世主最崇高的神，以至于他们的旗舰也命名为乌索兰杜号。原来乌索普的8000部下是8000个巨人族和小人族，当初这个牛逼吹的，现在看来是真的牛逼。娜美和男人，娜美这一路上追求她的男人就没断过，从号称自己上船是为了娜美的山治，到恐怖3人帆船被阿布萨罗姆疯狂求婚，再到对娜美的产奶带又爱又恨的警卫门，从随身带着皱皱巴巴布满污渍的娜美悬赏令的花痴海军，到痴心妄想想让娜美来陪酒的永志，再到长大之后依然求抱抱却被一拳揍飞的可恶桃之助，等等等等吧。更是有狂热的少年自发成立娜美粉丝团，做了一个1比1比例的娜美手办，说娜美小气，恰恰相反，娜美太大方了，有福利他是真的给。路飞和女人，虽然路飞对儿女情长一向没有什么表示，但每次还真让路飞给弄拙成巧了还。路飞身边有一堆公主就不说了，莫名其妙的金蛋和橡胶体质让女儿岛的人对路飞充满了好奇，路飞保护朋友的特质让女帝对其有了好感，再加上霸王色爆发，性格直率的路飞对着女帝一顿卷，路飞只是单纯的想骂女帝而已。不过女帝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个男人给隔空壁咚了一样，再不服从就不礼貌了，从此女儿岛就是路飞的地盘了。这里的女人也不再遮遮掩掩，想要抓住路飞一顿把玩，甚至还被当成了收费才能体验的高贵宠物。山治和人妖，桃花运仅次于路飞的是山治，毕竟卡马巴卡王国号称第2个女儿岛，山治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幻想，因为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异性追求他，他喜提山治酱的称号和女装大佬的装扮。2年后他们还恋恋不舍地送别了山治，虽然山治最讨厌人妖，可人妖却最喜欢山治，山治也最和人妖有缘。早期对战小冯之外，2年后山治在愚人岛失血过多，危在旦夕，乔巴找来2个人妖给山治输血，山治也是和人妖有过血缘上的羁绊了。索隆和动物，和驯兽大师路飞不太一样，索隆对降服动物做伙伴丝毫没有兴趣，但他总能和动物有一些迷之缘分。刚上空岛捡到了云狐，很难抓的指南鸟闻着饭香跟了索隆一路，只需一个眼神就能跟云狼默契干杯，包括他身边的乔巴。索隆在司法岛期间吐槽 CP9 是个动物园，其实索隆本身就有一种动物吸引力。乔巴和美女毛皮族，毛皮族对草帽一伙都很友好，乔巴虽然不是毛皮族，但起码物种上更有亲切感，所以这里的美女也都对乔巴很热情。比如上来就贴贴的美女驯鹿，温柔体贴的松鼠护士，妖艳妩媚的豹子医生，这里简直就是乔巴的愚人岛奥布鲁。布鲁克和狗类毛皮族，相比之下，布鲁克在佐屋就非常的不愉快了，虽然同样是出于热情，不过让狗类毛皮族馋的还是布鲁克的身子，狗类毛皮族对布鲁克的喜爱自然远超其他伙伴。弗兰奇和小孩子，能自由活动、会变形、会说话的弗兰奇，在小孩眼里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玩具，在庞克哈萨德的孩子们中就可见一斑，很快就和他们拉近了关系。在草帽团里，弗兰奇自然是小孩子里面最受欢迎的存在。罗宾和各方势力以及可恶的小人族，世界政府是一直没有放弃对罗宾的追捕，但是半路被革命军给截胡了，人家不仅是近水楼台，还好吃好喝的招待。除此之外，凡是对成为海贼王有需求的大佬们，都会多多少少寄予能读懂历史正文的罗宾。作为第一个潜入小人族部落的草帽团成员，小人族也是非常亲近罗宾的，但是就是那种亲近，可以说是和桃之助一样的可恶。慎平和愚人族，慎平作为愚人岛的老大哥，为了自己的故乡，他付出了很多，这里的人自然很喜欢尊敬慎平。在给路飞输血的时候，不仅没有一人敢指指点点，还化解了一些愚人和人类的矛盾。愚人岛篇之后，慎平从陆地买回很多路飞同款的草帽，带给了愚人岛的孩子们，大家都很喜欢。当时慎平凭借威望，成了愚人岛最强路飞代言人。总之，草帽一伙很有意思，每个人都自带一些吸引力，能够吸引过来喜欢他们的人。
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独特的魅力吧。伊姆大人再度登场，瞬间毁灭一个国家。草帽一伙遇到波妮，海贼王1060话情报公开，信息持续炸裂。本话标题名为路飞的梦想。路飞告诉伙伴们自己的梦想，到时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船员们的反应。路飞的梦想应该是包括但不止于当海贼王，他肯定还透露了有其他事情想要去做。然后萨博和龙再继续通话，萨博说他目前在露露西亚王国。关于这个国家说起来也并不陌生，在世界会议篇，革命军干部曾经从桃胡子手里拯救了这个国家。露露西亚王国公主就是被海盗劫持，被科比他们救下的那位，包括曾经救过艾斯的牛奶妹也出现在露露西亚王国。萨博接着说，他之前在圣地的虚空王座上看到一个人，想必萨博看到的就是伊姆了。画面来到伊姆这边，他旁边有张地图，上面的露露西亚王国被划掉了。接着露露西亚王国上空变得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个东西从空中掉落至这个国家，露露西亚王国被毁灭了。听到这个技能描述，第一个想到的是高配版艾尼路的神之制裁。不管怎么说，伊姆为了追杀萨博还是怎样，直接把一个国家给拉闸了，这般力量让人不免往天王那边去想了。本话结尾，草帽一伙遇到了波妮，他的最新赏金是3.2亿贝利，不知道他有没有遇到过萨博，并将圣地的真相传达给草帽团。下周不休刊。好了，以上就是1060话暂时透露的消息了，拜拜。